你明明听了所有理财大师的建议，买了全世界最安全的投资工具，结果打开账户一看，绿油油一片，亏得比买个股还惨。你开始怀疑人生，怀疑巴菲特是不是在骗你，怀疑那些说买 ETF 躺着就能赚的人是不是都是托。别急，今天这支影片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 ETF 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你身上，而且不只是你。根据各大券商的统计数据，大约 90% 的散户买 ETF 最终都是亏损或者跑输大盘的。这不是 ETF 的错，而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踩进了同样的4个致命陷阱。更可怕的是，这4个陷阱环环相扣，像一张精心设计的蜘蛛网，你越挣扎就陷得越深。今天我们不讲那些教科书上的废话，我们要深入每一个陷阱的底层逻辑，搞清楚它为什么存在，为什么你明知道却还是会踩进去，以及最重要的，你到底该怎么逃出来。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先讲一个真实故事。2020年3月，全球股市因为疫情暴跌，美股1个月内熔断了4次。巴菲特活了90几岁，说他这辈子就见过1次熔断，结果那个月他一口气见了4次。当时追踪标普500的 SPY 从最高点暴跌了将近 34%。 你知道那时候发生了什么吗？散户疯狂卖出 ETF。 美国券商的数据显示，2020年3月的最后2周，散户净卖出 ETF 的金额创下历史纪录。好，然后呢？然后标普500用了不到5个月就收复失地，到2020年底涨了将近 70%。 那些3月底恐慌卖出的人，不仅承受了 34% 的实际亏损，还完美错过了后面 70% 的反弹。你算算看，这一来一回差距超过 100%。100万的账户，别人年底变成170万，你变成66万，同样买 ETF， 结果天差地别。你可能会说，这种事情我当然知道啊，追高杀低谁不懂？可问题就在这里，你知道跟你做到之间隔着一道叫做人性的万里长城，而这就是第一个致命错误。第一个致命错误，你把 ETF 当股票在炒。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它背后藏着一个极其深刻的心理学原理。ETF 的全名叫做指数股票型基金。注意这个指数2个字，它的设计初衷是让你用一篮子的方式持有整个市场，本质上是一种被动投资工具。什么叫被动？就是你买进去之后什么都不用做，让时间和经济成长帮你赚钱。听起来多美好，可是人类的大脑天生就不是为什么都不做而设计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发现人类对亏损的痛苦感受大约是对获利快乐感受的 2.5 倍。也就是说，你亏1万块的痛苦需要赚2万5才能弥补。这就是行为经济学里大名鼎鼎的损失趋避效应。当你买了 ETF， 每天打开手机看账户，红的时候开心5秒钟，绿的时候焦虑5个小时，日复一日，你的大脑被这种不对称的情绪反复折磨，终于在某一天市场暴跌的时候，你的理性彻底崩溃，按下了卖出键。但这只是开始，卖出之后呢，你开始每天盯着盘面，等着更低的点位进场，结果市场开始反弹，你不信，觉得是假反弹，继续涨，你慌了，但又不甘心用更高的价格买回来，再继续涨，你彻底崩溃，在一个更高的点位追回去。恭喜你，你完美的执行了低卖高买的操作，跟所有赚钱的逻辑完全相反。我告诉你一个更吓人的数据，美国达尔巴研究机构从1984年开始追踪散户的实际报酬率，他们发现在过去30年里，标普500指数的年化报酬率大约是 10% 左右，但散户的实际年化报酬率只有大约 3% 到 4%， 差了整整6个百分点以上。这6个百分点去哪了？全部被追高杀低吃掉了。30年下来，同样投100万，指数能变成1700多万，而散户只能变成300多万。1400万的差距，全是因为你管不住自己的手。有人问，那我不看账户不就好了？说得轻巧，我们现在活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手机每天推播财经新闻，群组里一堆人在喊，完了完了，要崩盘了，
YouTube 上每天有人在拍股灾要来了的影片，你想不看都不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追高杀低不是一个知识问题，而是一个人性问题。你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知识，而是一套能对抗人性弱点的系统。什么系统？很简单，叫做定期定额，每个月固定时间、固定金额，无脑买入，不管涨跌，不管新闻说什么，不管群组里谁在哭。这听起来很笨，对不对？但这恰恰就是它厉害的地方。当你把投资变成一个自动化行为，就像每个月缴房租一样，你就从根本上切断了情绪干扰的通道。市场跌了，太好了，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单位。市场涨了，太好了，我持有的部位在增值，不管怎样都太好了。这不是阿 Q 精神，这是数学。这个方法有个正式名称，叫做美元成本平均法。但请注意，定期定额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买的东西必须长期向上。如果你定期定额买一档会归零的东西，那你就是在定期定额地走向破产。所以你到底买了什么？你真的了解你买的 ETF 吗？这就带到了第二个致命错误。第二个致命错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2022年，台湾 ETF 市场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有一档叫做国泰永续高股息的 ETF， 代号00878，因为名字里有高股息3个字，加上配息金额看起来很诱人，引爆了一波抢购潮。很多人连这档 ETF 到底持有哪些股票都不知道，就冲进去买了。后来怎样买进去才发现，这档 ETF 的持股跟他们想象的高股息稳定收息完全不同，里面有不少成长型科技股，波动很大，结果股价从发行价一路往下掉。很多人套在高点，天天骂基金公司骗人。可是基金公司骗你了吗？没有，所有资讯都写在公开说明书里，选股逻辑、持股明细、费用结构、追踪指数，全部白纸黑字。问题是，谁会去看公开说明书？大部分人买 ETF 的决策过程是这样的，听朋友说不错，看 YouTube 推荐名字听起来顺了，买了，整个过程不超过10分钟。你买一只手机都要比较半天规格，买一个要放10年、20年的投资工具，你10分钟就决定了。我来告诉你，不了解自己买了什么，到底有多危险。首先是追踪指数的问题，你知道同样叫做高股息 ETF， 不同的产品追踪的指数可以完全不一样吗？有的筛选标准是看过去的殖利率，有的看未来的预估殖利率，有的加入 ESG 永续因子，有的还要考量股价波动度。这些不同的筛选标准会导致最终持股名单天差地别。你以为自己买了2档高股息 ETF 是在分散风险，搞不好里面 70% 的持股都是重叠的，你的风险根本没分散。再来是产品类型的问题， ETF 的世界远比你想象的复杂，有追踪大盘指数的，有追踪特定产业的，有追踪债券的，有追踪原物料的，有追踪外汇的，甚至还有做空的、杠杆的。杠杆型 ETF 是什么？简单说，就是把波动放大2倍或3倍。大盘涨 1%， 它涨 3%， 大盘跌 1%， 它跌 3%。听起来很刺激，对不对？但这里面有一个魔鬼叫做波动耗损。我举个例子，假设大盘今天涨 10%， 明天跌 10%， 你觉得2天下来大盘回到原点，对吧？不对，100块涨 10% 变110，再跌 10% 变99，已经亏了 1%。如果是3倍杠杆呢？100涨 30% 变130，再跌 30% 变91，2天就亏了 9%。大盘只亏 1%， 你亏 9%。时间越长，这种耗损越恐怖。这就是为什么杠杆型 ETF 的公开说明书里会白纸黑字写着，本产品适合短期交易，不适合长期持有。可是有多少人看到3倍杠杆眼睛发亮，觉得自己找到了财富密码，然后长期持有？最后的结果就是明明大盘在涨，你的3倍杠杆 ETF 却在亏。你百思不得其解，觉得世界欺骗了你。不是世界欺骗你，是你没看说明书。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东西，叫做溢价。ETF 有一个市价，就是你在股票市场上买卖的价格，还有一个净值，就是它实际持有的那一篮子资产的总价值除以总单位数。理论上，
市价应该等于净值，但现实中，当一档 ETF 太热门，大家疯狂抢购的时候，市价会被哄抬到远高于净值，这个差距就叫溢价。你知道溢价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花了120块买了一个实际只值100块的东西，那多出来的20块去哪了？蒸发了，因为市价迟早会回归净值，你买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亏损了。2021年台湾就发生过好几次 ETF 溢价超过 5% 甚至 10% 的事件，那些追着热度冲进去的人，等溢价收敛，直接吃了一个 5% 到 10% 的闪亏，你都还没开始投资，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所以第二个致命错误的解法很简单，但需要你花一点时间搞懂你买的东西。你不需要变成基金经理，但至少要知道3件事。第一，这档 ETF 追踪什么指数，选股逻辑是什么？第二，它的费用率是多少？每年会从你的报酬里扣走多少？第三，它目前的市价跟净值差多少？有没有溢价？搞懂这3件事大概需要30分钟。30分钟换你未来10年、20年不踩坑，值不值？好，但就算你搞懂了自己买的每一档 ETF， 你有没有想过，你买了太多档，这就是第3个致命错误。第3个致命错误，你以为买越多档就越安全，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句话你一定听过，这是分散风险的基本概念，完全正确。但问题是，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歪了，变成了我要买很多很多个篮子。我看过一个最夸张的案例，有个投资者的 ETF 清单长这样：台湾50、台湾高股息、台湾 ESG 永续、富邦科技、国泰半导体、元大台湾50反一、美国标普500、美国纳斯达克100、全球股票、新兴市场、中国 A 股、日本东证、欧洲600、美国长期公债、美国短期公债、投资等级公司债、高收益债、黄金、原油、REITs 20几档，琳琅满目，看起来像是一个专业机构的资产配置，但我仔细一看就笑了。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重叠吗？台湾50跟台湾 ESG 永续前10大持股重叠率超过 70%， 富邦科技和国泰半导体里面的台积电比重加起来占你整个台股部位的 40% 以上。美国标普500和纳斯达克100，那斯达克100的前几大持股都在标普500里面，你买了2次。全球股票 ETF 呢，里面已经包含美国、欧洲、日本、新兴市场了，你又分开买一次，所以你看起来买了20几个篮子，其实里面装的都是同样的鸡蛋，这就是伪分散，看起来很安全，实际上不但没有降低风险，反而增加了复杂度和成本。每一档 ETF 都有管理费，你买20几档，每一档都在扣你的钱，而且你的资金被切成20几份，每一份金额都很小，连再平衡都困难。更糟糕的是，你根本记不住每一档的特性和比重，最后变成一个自己都看不懂的投资组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科维茨提出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告诉我们，分散风险确实重要，但分散到一定程度之后，边际效益会急剧递减。研究显示，一个全球分散的股票投资组合，大约持有20到30档不同的个股，就已经能消除大约 90% 以上的非系统性风险。而你买一档全球型 ETF， 里面可能就有上千档股票了，你一档就搞定了。你再去买10几、20几档 ETF， 除了让自己更混乱之外，风险并没有进一步降低多少。那什么才是真正有效的分散？不是买更多档同类型的 ETF， 而是买相关性低的资产类别。什么意思？股票和债券通常在很多市场环境下是反向的，股票大跌的时候，优质公债往往会涨，你把这2个搭配在一起，才是真正的风险分散。或者以开发国家股票和新兴市场股票，景气循环不同步，搭配在一起也有分散效果。重点不是数量多，而是种类不同。所以一个真正高效的 ETF 投资组合长什么样，其实可以非常简单。最经典的方案只需要2到3档，一档全球股票 ETF 涵盖所有市场，一档全球债券 ETF 提供稳定度。如果你想的话，再加一档你本国市场的 ETF， 加强本地报险，3档搞定。你能省下大量的管理费，投资组合清清楚楚，
再平衡也方便。你不需要花时间研究20几档 ETF 的差异，把省下来的时间拿去做你真正喜欢的事。你可能会觉得就这么简单，没错，就这么简单。投资的世界里有一个反直觉的真相，越简单的策略往往越有效，因为越简单，你越能坚持，越能坚持，复利才能发挥威力。而坚持这件事正好引出了第4个，也是最致命的错误。第4个致命错误，你忽视了时间和成本这2个隐形杀手。我们先说成本，你买 ETF 的时候有没有认真比较过费用率？我猜大部分人连费用率是什么都不太确定。简单说，费用率就是基金公司每年从你的资产里扣走的管理费用，通常以百分比表示。0.5% 听起来很少，对不对？100万才扣5000块，有什么关系？我来帮你算一笔账。假设你投了100万，年化报酬率 8%， 投资30年，如果费用率是 0.1%， 30年后你的资产是大约982万。如果费用率是 0.5%， 30年后大约862万。如果费用率是 1.5%， 30年后只剩大约595万。你看到了吗？ 0.1% 和 1.5% 的费用率差距看起来只有 1.4 个百分点，但30年下来差距是387万。387万，就因为你每年多付了 1.4% 的费用，这不是基金公司偷你的钱，这是你自愿交出去的。因为你当初觉得费用率差个 1-2% 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复利的双面性。复利可以让你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同样的，费用的侵蚀也会像蚂蚁啃堤坝，30年不间断的啃，最后能啃掉你将近40%的资产。巴菲特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最好的投资就是一档低费用率的指数型基金。他不是随便说说，他甚至在遗嘱里交代，他死后留给太太的钱 90% 要买标普500指数基金。为什么？因为低费用，长期持有，不折腾，就是投资的最优解。除了费用率之外，还有一个成本很多人忽略，就是税。如果你投资海外 ETF， 配息可能要被扣预扣税。美国的股息预扣税是 30%， 也就是说你收到的配息已经先被扣了将近30%，再加上你可能还要在台湾申报海外所得，这些税务成本加起来可能比你想象的多很多。所以有些人选择不配息的累积型 ETF， 让所有报酬都留在基金里面继续复利滚动，这样就可以延迟甚至避免一部分税务成本。这个策略在长期投资中差异巨大。好，说完成本，我们再来说时间，这才是真正让人心态崩裂的东西。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买 ETF 到底要多久才能赚钱？我拿全世界最有代表性的标普500指数来说，从1926年到现在将近100年的数据，如果你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买入，持有1年，你赚钱的几率大约是 73%， 听起来还不错。但如果你刚好买在2000年3月的网络泡沫高点呢？光是回本就花了超过7年。如果你买在2007年10月的金融海啸前呢？回本也花了将近5年半。但如果你把持有时间拉长到10年，赚钱的几率就上升到大约 94%， 拉长到15年 97% 以上，20年接近 100%。 你会发现时间越长，你亏损的几率就越低，而且最终的报酬也越可观。可问题是，谁能坚持20年？在这20年里，你会经历至少2到3次严重的熊市，账面亏损 20% 到 40% 是家常便饭。你会经历无数次想要先卖掉等跌完再买回来的冲动。你会看到身边的人买了某只标股赚了 50%， 而你的 ETF 只涨了 8%。 你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傻瓜？你会在某个深夜看着账户里的亏损数字，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到底对不对。这就是长期投资真正的考验，不是选对标的，不是算对数字，而是在所有人都疯了的时候，你能不能稳住？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美国先锋基金集团做了一个统计，他们发现在海啸期间完全没有动过账户的投资者，到了2012年，账户报酬率平均比那些在海啸期间频繁交易的投资者高出将近2倍。
什么都不做的人赢了那些拼命操作的人，这就是时间的力量。但我必须跟你说实话，什么都不做是世界上最难的投资策略之一，因为它违反了我们所有的本能。我们的大脑被演化设计成遇到危险就逃跑的模式，看到账户大亏，大脑的杏仁核立刻启动战斗或逃跑反应，理性思考的前额叶皮质直接被关闭。你在那个瞬间根本不是一个理性的投资者，你是一个被恐惧支配的原始人。所以怎么办？回到我前面说的，你需要一个系统，定期定额是一个系统，事先设定好资产配置比例是一个系统，每年只在固定时间做一次再平衡是一个系统。当你把所有的决策都提前做好，写下来，严格执行，你就不需要在恐慌的时刻做任何决定了，因为决定早就做好了。你只需要按照计划执行，像一台机器一样，听起来很没有人性。对，因为投资这件事越没有人性，越赚钱。好了，4个致命错误讲完了，让我们来做一个完整的复盘。第一，你把 ETF 当股票在炒，追高杀低，被情绪控制，让达尔巴报告里那6个百分点的差距，年复一年的吞噬你的财富。解法，定期定额，把投资变成自动化行为，切断情绪干扰。第二，你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追着热度冲进去，不看说明书，不懂追踪指数，不知道费用结构，不注意溢价风险。解法，花30分钟搞懂3件事：追踪指数、费用率、溢价情况。第三，你以为买越多档越安全，结果搞出一个充满重叠、费用高昂、自己都看不懂的投资组合。解法，化繁为简，2到3档核心 ETF 就能搞定全球配置。第四，你忽视了费用和时间的复利效应，小小的费用差异在30年后变成巨大的鸿沟，而你又没有足够的耐心让时间发挥魔力。解法，选低费用的产品，然后给它足够的时间。你有没有发现，这4个错误其实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你太急了。你急着赚钱，所以追高杀低；你急着行动，所以不做功课就冲进去买；你急着分散风险，所以买了一大堆重叠的东西；你急着看到成果，所以无法忍受短期的亏损和长期的等待。而 ETF 投资的真正精髓，恰恰就是不急。你知道世界上最成功的 ETF 投资者是什么样的人吗？不是那些每天盯盘、研究 K 线、追踪财经新闻的人，而是那些设定好之后就忘了自己有账户的人。美国富达基金做过一个内部研究，发现他们旗下绩效最好的账户，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已经被遗忘的账户，就是账户持有人去世了，或者根本忘记自己有这个账户，没有人去动它，没有人去追高杀低，没有人去恐慌卖出，他就安安静静的在那里，让复利做他该做的事。这听起来很荒谬，对不对？投资做得最好的人，竟然是死人和忘记密码的人。但这就是真相，因为他们完美的避开了所有人性的弱点，完美的避开了这4个致命错误。当然，我不是叫你去忘记密码，我是想告诉你，投资 ETF 的核心心法只有8个字：选对标的，然后坚持。最后，我想跟你说一段话。很多人觉得投资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要买进卖出，要抄底逃顶，要跑赢大盘，要成为下一个巴菲特。但真实的投资，尤其是 ETF 投资，其实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无聊到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浪费人生，每个月定期扣款，然后什么都不做，看着账户有时候涨有时候跌，但你不动它，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但就是这种无聊，才是财富累积的真正方式。扎里蒙格说过一句话，赚大钱的秘诀不在于频繁买卖，而在于等待，耐心等待大的机会，然后大胆出手，然后继续耐心等待，整个过程90%的时间都在等。ETF 投资也是一样，你90%的时间都在等，等市场回升，等经济成长，等复利发酵。这个等待的过程，就是你打败90%投资者的秘密武器，因为他们等不了，他们会在等待的过程中犯下那4个致命错误，然后把本来属于他们的报酬拱手让出。而你只要不犯这些错，你就已经赢了，不是赢在起跑线上，而是赢在你能跑到终点。